原本羁押在大理寺的人都需要提前审判发落，但你父亲的案件，韩大人一直压着。皇上非常忌讳这件事，再加上多名朝臣弹劾，怕是没有几日就要审理他了。爹，子方，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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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走，不要卷进这个案子。爹，你怎么了？李将军，我是子方的朋友宋慈，请将阴兵借粮一案告诉我，我能还你清白。爹，你快说。 没有真相，没有真相。哎，李大人，关于2个月前买古坡发生的阴兵借粮一案，你知道些什么？可以和这位宋慈兄弟说，这是太傅大人保荐的人。太傅大人，宋慈小兄弟破了建阳峡水的女鬼案，又帮朝廷破了燕回城的诅咒杀人案，太傅大人非常欣赏。 相信阴兵借粮一案，宋慈小兄弟也能帮你解开。苏将军，我想和这位宋慈兄弟单独聊会儿。我们去外面等吧。 你是聪明人，应该知道，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阴兵借粮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人做的。可就是因为这是人做的，才可怕。朝廷押运军粮，无论时间和路线，都是军事机密。即便是我这个朝廷的3品将军，也是在押运的头一天才知道。 换句话说，操作这件事情的人不是泛泛之辈。你再聪明，这件事情背后的人，怕你也是对付不了的。破案很复杂，但政治远要比破案更复杂。你们还年轻。 我不希望你和子方卷入到这件事情里来。我不想你成为武器，被一伙人利用，去对付另外一伙人。我是不懂政治，但我觉得律法必须是公平的。我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受不白之冤，也不允许任何罪恶掩盖真相。这么说，这批军粮出京前一天。 一直在户部仓库。你爹应该是8月初9的时候被安排去前线送粮，而临时通知这粮食准备不足，应该是8月初10的时候出的京。那难道是这一天出的问题？要查问题的关键，得先从户部仓库开始入手。而我唯一担心的是时间问题，这时间这么久了，很多线索可能都找不到了。 哎，这不沈姑娘吗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怎么来了？真是让我好找啊！我刚去客栈找你们来着。坐。看你们没在，我就跟我嗯姐一起找。哎，姐，你坐。你找我们啊？干嘛呀？是这样，家父感激宋公子和李公子一路上对小妹的照顾，得知南庭书院停课，所以特邀2位公子到府里居住。 沈府虽然不是什么大庄子，但毕竟比住客栈要舒服得多。沈大人的盛情，我们心领了。是这样的，我们最近要调查一个案件，所以住在府上，进进出出不能。哎，其实住在沈府上也挺好的。你看，我们跟小山坡这么熟，也不尴尬，对吧？嗯。你
看啊，这个京城客栈这么贵，住他们府上都免费，那就多谢姐姐了。哎呀，这有便宜不占大傻蛋。哎，白姐姐呀，原来你们都在这儿啊！白姑娘，你的事情忙完了？嗯，忙完了。我刚去了南庭书院，被告知暂时停课了，想着快来告诉你们。原来你们都在这儿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哦，我来邀请宋大哥和李公子到我们家去住。既然白姐姐的事情也忙完了，就一起来吧。月儿，白姐姐跟我情同姐妹，又是远近闻名的药仙，我相信爹一定会喜欢她的。白姐姐，就一起去吧。会不会太麻烦了？不会，这两个家伙我都不嫌麻烦，怎么会嫌你麻烦呢？是吧？走吧。看来我们又被聚在一起了。嗯，见过沈大人。小女一回来啊，就一直跟我提起诸位，说各位都能力非凡。李公子，对于令尊的事情，我深表遗憾，但是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查明此案，给你一个交代。多谢沈大人。目前已经有了一些进展，但是此事牵扯甚广，为了能顺利的查下去，请恕我不能多言。有了沈大人的帮助，我爹的案子有希望了。白姑娘，燕回城药仙之名，即便是在京城也是响当当的。今日得见姑娘风姿，确如上仙之名。沈大人谬赞了，小女子略懂药理而已，当不得药仙二字。建阳峡水女鬼案，燕回城诅咒案，尹家庄狐精案，我都听说了。小兄弟表现出来的破案能力，令老夫敬佩。沈大人，您这就过奖了，这一切啊，还都要靠小山坡。哦，沈姑娘的帮忙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们沈家的通灵术简直像犯规一样。旁门左道，不足挂齿。真正的断案破案，需要像小兄弟这样的能力啊。南庭书院的事我也听说了，对于黄大人的死，我深感痛心。但书院不久就要重新开学，在此之前，希望诸位能够在寒舍住的习惯。菲儿，爹，你先带李公子还有白姑娘回客房。李大哥，白姑娘，跟我走吧。月儿，你也回自己屋去，我有些事情要跟宋慈小兄弟单独聊聊。哦。那5位死去的重臣死况如何？这死亡国度究竟是个什么东西5名朝廷重臣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在死之前都有长达1个月左右的时间，把自己关在密闭的空间里，对朝中称病，有的甚至直接上奏皇上告老还乡。而他们把自己关起来，似乎是在闭关，又似乎是在参悟着什么。在他们躲藏的地方，都发现这个图案——死亡国度的标志。死亡国度应该是一个类似于邪教的组织。我查看过死去的中书侍郎柳延正的尸体，形如枯槁，瘦骨嶙峋。我打听过了，其他死者的死状也是一样。但这死者可有外伤？没有，这才是最为诡异的地方。您觉得这是怎么死的？皇上认定是邪虫作祟。我说的是，您觉得？我还不是很清楚。
我是个不信鬼神之人，可是沈大人，您恰恰精通这通灵术。关于通灵之术，我有很多事情不能跟你说。其实这通灵之术，我一开始是不信的。不过，建阳霞水女鬼一案，这沈姑娘使用了一次通灵之术，最后找到的凶手和她所描述的几乎一模一样，让我不得不信。不过从那以后，她再也没有施展过了。那是我不允许。为什么？沈家的通灵术是沈家之根本，也是沈家的祸端。我绝不允许轻易使用，此为其一。其二，通灵之术也是有很多的弊端，在真正的破案中未必完全行得通。您这么说，那我听明白了。您将我留下来，是为了让我帮您破了这案子吧？正是。沈大人留下宋大哥是有什么事吗？这个我不是很清楚。我听说这2个月，京城多名朝廷要员离奇死亡。皇上让沈大人彻查此事，却一直没有头绪。你说他留下宋大哥，会是因为这件事吗？我觉得也有可能，毕竟宋慈的破案能力，大家有目共睹嘛。这是我最担心的一点。怎么了，白姑娘？他们的死的确是大事，但这些死亡案已经没有现场了，而且死者也已经都下葬了。宋大哥现在去查，可谓难上加难，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。而且我认为，现在最重要的是阴兵借粮一案，一来是因为牵扯到李大哥的父亲，二来是阴兵借粮一案的发生，直接让皇上对抗金人的决心产生了动摇。我觉得白姑娘说的也对，等等宋慈回来，看他怎么说吧。这个案子除了您在跟，还有谁在跟？天下第一神捕风不平。哦，对了，还有白姑娘。您说的白姑娘，可是白雪燕姑娘？是。白姑娘在离开京城之前，也曾被邀请对死者进行毒物检测，但所有的死者都不曾中毒。所以这白姑娘也参与了？对，是风捕头找来的。但这是好几个月之前的事情了。自从白姑娘离开了京城，这个案子就一直是风捕头在跟进。沈大人让你帮着查这个死亡国度的案子，你答应了吗？他毕竟是小神婆的爹，皇上现实让他破这个案子，我们没有不帮的道理。哎，再加上还有你爹的案子，这回啊，我们真是分身乏术了。哎，你先尽心帮他去查死亡国度的案子，我相信沈大人对我爹的案子肯定会尽力而为。你这么无私啊？不过这个案子，我并不这么认为。子芳，你记不记得你进门以后，沈大人一看到你就告诉你爹的案子了？李公子，对于令尊的事情，我深表遗憾。但是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查明此案，给你一个交代。多谢沈大人。目前已经有了一些进展，但是此事牵扯甚广，为了能顺利的查下去，请恕我不能多言。这有问题吗？书读傻了吧你？这都想不明白？这叫铺垫。一进来先告诉你你爹的案子颇有进展，但也没有说进展到哪里，然后又顺水推舟，让我帮他破了这死亡国度的案子。你再想想，这几位死去的大人已经让他焦头烂额了，他有心思管你爹的案子吗？不会吧，沈大人不会骗我们吧？一看就是没被骗过，社会经验太少了。来到临安以后，很多事情我觉得都不简单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放心吧，你爹的案子我会查的。可是沈大人那边2个案子我都会查，只不过这2个案子时间跨度都太久了，查起来有些困难。是啊，这线索确实有限，不知道从何查起啊。有一条很重要的线索。你说，这户部尚书李岩也是死去的大臣，他负责军粮的发配、调整时间，而那天军粮晚1天送出京，他应该是个知情者。你不是说这个人已经死了吗？是啊，虽然死了，
但若不是巧合，那这2个案子就必有关联。看来只有这个突破口了。行了，暂时别想这么多了。你看看，离开建阳以后，我们就没下过棋。老规矩啊，输了请顿饭。哪次不是我赢，哪次不都是我请？宋公子，宋公子，瑞王爷来了，就在外面等你呢。王爷请勿介意，我已着人去请宋公子了。至于你和小女的事，那是皇上钦点。如果王爷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，我们再从长计议。不，沈大人，你家小女，她非常优秀，我哪有不满意的地方啊？沈大人，师傅，注意身份，回去。你小子来的正好，赶紧帮我探个案。六扇门的风捕头已经死了。什么？本王也是刚知道的。沈大人，您跟风捕头很熟吗？风不平以前是我爹的下属，以前我爹在刑部的时候带过风不平一阵子。王爷，他是怎么死的？据我所知，风捕头这几个月一直在追查死亡国度的案子，他的死会不会跟这个案子有关？这死者身上没有外伤啊！师傅，刚才脱下来的玄武甲是我父皇专门赐给风捕头的。眼角处有出血点，是窒息。找到了。要是没猜错的话，他是被这颗枣给噎死的。堂堂的风捕头，被一颗枣给噎死了。口唇处有白沫，眼角处有出血点，符合窒息死亡的特征。尸体被发现的时候，现场是什么样子的？把门给我撒开！是。当时这个屋子是从内反锁的。胡马是。我们把门撞开后，闻到了一股很重的酒气。殿下，确实是风捕头。我敢保证，这门锁是从屋里面锁的，窗户呢也是在里边上的锁，我肯定是没动过啊。难道真的是吃枣不小心给噎死的？从这现场情况来看，的确是因为这颗枣将他噎死了。风捕头吃枣的时候不小心呛住喉咙，引起呕吐反应，呕吐物被枣堵住，导致反流，令他窒息而死，也是有可能的。哎，宋慈，你看这个，这是死亡国度的标志。五位大人遇害的时候也有这个标志，现在又多了一个风捕头。师傅，我知道沈修灵一直让你帮着查死亡国度一案，阴兵借粮一案呢。我相信你为了李子芳，也一定会查的，对吗？没错，我答应了子芳和沈大人，2个案子都要查，而且我怀疑这2个案子肯定有关联。死亡国度一案已经死了5位大人了，而且都是主战派，这次风捕头也死了，算上他，
应该是6个人了。5位都是主战派。沈修灵沈大人是以通灵术闻名的，而且一直都是坚定的主和派。5位大人的死法不似人力所能及的，因此朝中本就有不少人认为他和死亡国度案有关。而且这段时间他一直在查此案，已经3个月了，没有眉目，所以现在质疑他的人越来越多。他让你现在去查此案，我怀疑这里边会有问题。原本2派相争，我父皇呢更倾向于北伐。阴兵借粮一案，被烧的那批粮草，更是给兵防部队。因为阴兵借粮一案的发生，我父皇已经开始动摇北伐的决心了，这是有利于主和派的。你的意思是，这阴兵借粮一案和沈大人有关系？哎，我只是怀疑，但是也没有把握。我觉得你还是在王府比较安全。若是这样，我更要留下来，更接近真相。师傅，我知道你想查明真相的决心，我也不劝你。这是我的王令，也是我父皇赐的。你在临安查各种案子，拿着王令，就如我瑞王亲临，所有人都会给你打开方便之门的。这个案子，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。能够让这朝廷6人死亡，这死亡国度的势力远超我们想象。前户部尚书李岩一定会成为我们的突破口。我去李岩家看看，看能不能找到可靠的消息。你呢？我去个地方。哎，怎么老这样都不告诉我？请让我进去。没有衙门的文书，不得入内。因为疫病的原因，大殿这段时间不会开放，你还是回去吧。那如果有这个，是不是就可以进去了？瑞王的令牌。原来不止6个，是7个。李岩那边调查到什么情况？李岩的妻子说了，说他在阴兵借粮的案子发生之前，已有半旬的时间称病没有去户部。所以说这个军粮根本就没有经过李岩的手。是的。谁？是我。沈姑娘，我们都那么熟悉了，不用亲自来叫我们吃饭。你以为我想叫你们呢？实在是我一个人太无聊了。小陈婆，你爹在干嘛呢？观云呢？这云有什么好看的？其实观云只是一种说法，沈大人应该是在观测天气吧？还是我白姐姐聪明。我爹说了，这通灵之术啊，讲究阴阳5行结合，天属阳，地属阴，不同的气候对通灵特别有帮助，所以必须精通天文。这沈大人还真是全才啊！我爹还说了，诸葛亮之所以能成为神一样的人物，就是因为他特别懂天时，能问天借风借雨，甚至借命。搞得像不用还了一样。走吧，咱们吃完饭去户部仓库看看。好，走。2位公子，六扇门和临安府尹的人已经来过好几回了，什么都没有发现。我觉得还是不要白费力气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就随便看看。随便看吧。把门关上。你是怎么想的？我之前调查过，
8月初8之前，这些粮食是由各州府上送到临安，统一囤放到这个仓库。仓库的门一直都是关着的，粮仓的钥匙只有2位主事者拿着，只有他们2个同时出现，才能把这粮仓门打开。没有别的出入口，只有这一个。这个通风口外是什么？我来之前看过，是一条河，离通风口有5丈高。一条河？子枫，你相信阴兵借粮这一说法吗？我当然不会，但当时我父亲带了很多士兵，都在场，所有的粮食都熄火了，很诡异。四周还出现了骷髅兵。我认为这个骷髅兵不过只是故弄玄虚，只要将骷髅套上盔甲，绑上木桩，再找几个人控制绳索，那这骷髅兵自然就动起来了。让我觉得诡异的是，这所有的粮食都起火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那你的意思是，这些粮食是由各州府亲自送来的，来自天下13路，由金略安抚使各自安排。你说，若几车粮食出了问题倒算了，但是所有粮食都出了问题，总不至于各路的金略安抚使都有问题吧？粮食起火是被人动了手脚，那只能是所有粮食到了户部之后吧？若是要动手脚，只能在这里。你看这个地方，无人看管，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有人盯着的。再加上对所有粮食动手脚，这几乎不可能。但仓库外面全天都有人把守，何况这个通风口只有幼童肩膀大小，人是钻不进去的。难道是8月初9？这批军粮本应该是8月初9运往前线，但到最后是8月初10那天运出去的。如果要动手脚的话，应该是8月初9那天。那8月初9，2名户部主事的行踪呢？我让沈姑娘帮我们调查一下。子枫，这些粮车是什么情况？以前的粮食都被烧毁了，这些都是重新筹措的。去吧，找找线索。好。宋慈，看这个。先包起来，带回去鉴定一下。现在任何蛛丝马迹都有可能成为线索。好。2位公子，韩大人到了。韩大人，韩大人。哎呀，燕回城一别数月呀，没想到在京城又见到2位了。此次来户部，不知道韩大人有何贵干呢？我是来找你们的。一来呢，我公务繁忙，你们来到京城，我一直没有见到你们；二来，有个事情我要告诉李公子。韩大人有什么事情，就直接说吧。皇上下令，阴兵借粮一案必须有个说法。大理寺卿那边说，倘若本月15未能查清此案，你父亲李太将军将被奔死。也就是说，他会被处以极刑。什么？本月15，那不是只有7天时间了？此案影响太大，本来应该上个月备审，是我一直压着，但如今皇上震怒，实在是没有办法。我们不是还有7天时间吗？我相信宋慈他能把案子查明白。我听说瑞王殿下将自己的王令交给了宋慈兄弟啊。没错。我相信办案过程当中会方便很多，但是瑞王殿下只有爵位，却无官职。倘若朝臣不予以方便，你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办法？这是我的令牌，你拿去，希望能够帮到你。
多谢韩大人。我总觉得有点奇怪，这阴兵借粮都过去1个月了，你爹本来只是被关着，毫无性命之忧，可当我们来了京城之后，便有了7日之限。那你的意思是，韩大人故意用7天时间逼我们破案？这政治太复杂了，希望我是以小人之心度了君子之腹。快走，前面有人发钱了！这就是好事啊！快走，往前面走！哎，大哥，怎么了这是？啊，这白虎钱庄的掌柜吕成平啊，明天大婚纳妾，这会儿他人在派钱呢，你们赶紧去吧，晚了就来不及了啊！哇，这么有钱啊！这吕成平我还真听过，是白虎钱庄的掌柜，京城首富。走，有人撒钱还不去？哎，走。这3个杂耍艺人最近在临安很有名气，尤其是那个表演柔术的女孩，全临安只有她能从这么小的铁环里钻来钻去。吕老爷专门请他们去西安让她表演的。李老爷的女儿在皇宫里当妃子，她又是首富又是国丈，这辈子也算是值了。各位父老乡亲、街坊邻居们，大家好！明天就是我们吕老爷大婚的日子，我们吕老爷特别设了3天免费的流水席，特意给大家准备了服务钱。这么阔绰，给我！完了！服务钱来喽！别捡了，丢不丢人啊？拿着！哎，这！